好的，各位，我是有风。今天呢，有风会手把手的教你怎么样使用 ClickFunnels。如果你正在寻找一个完整的教学，教你如何从零开始使用 ClickFunnels 的话，那么你就来对地方了。那 ClickFunnels 的话，它是美国的一家软件公司，它主要是用来创建一个销售漏斗页面，以及进行一个邮件营销自动化，最终的话将我们访客转化成你自己的一个客户。我第一次使用这个 ClickFunnels 的时候，完全摸不到头脑，它里面的功能非常的强大，那功能也非常的多。从注册到搭建起第一个销售漏斗页，我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里面。当时我找了很久都找不到一个比较完整的、比较专业的、详细的一个教程。所以这就是我制作这个视频的初衷，就是希望刚刚接触这个 ClickFunnels 的一些朋友，帮你们提供一个最全面、最详细的操作指南。从注册成为 ClickFunnels 的新用户，然后到真正启动你的第一个自动化营销页面，我会一步一步详细介绍这个网站里面的功能怎么使用。所以请做好准备，本期的视频会有一点长，但是我相信你耐心看完以后的话，那么你对 ClickFunnels 的了解会超越99%的人。从长远来看，如果你决定使用这个 ClickFunnels 来开展线上业务的话，那你会节省非常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好了，话不多说，那我们来开始实操。这是 ClickFunnels 的一个首页。第一次使用的话，它有一个免费14天的试用，那我们可以来试用一下。我们点击这个开始试用。这里第一步的话，需要填入你的一个名字。下面的话填入你的邮箱号，然后点击继续。这个地方的话，需要填入你的个人的一些信息，因为它14天试用的话，需要填入你的一个信用卡，上面填入你的名字、电话、邮件地址等等。第一次用的话，你这些可以先不用填那么详细随便先填一下但是这个地方国家这里的话，你可以选择中国这里可以选一下。然后这里卡号的话，需要你的一个信用卡，信用卡需要万事达卡或者是一个 Visa 的卡。那它前14天它是不会扣钱的，只有在试用14天以后，它才会扣你的钱。所以说你们前期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有风在最后的时候会教大家怎么样取消这个订阅。前期我们要先试用一下，填好信息以后点击开始试用。好，订阅成功以后就会来到这样一个页面。它正在创建我们的页面。等一下的话，你的邮箱里面它就会收到一个订单信息你同时会收到几封邮件。有封邮件的话，你就可以直接点击这个邮件，然后就可以直接进入你的后台，或者说我们直接注册好以后，点击这个登录登录这个 ClickFunnels 2.0。用你刚刚注册好的登录进来这个就是有风的后台。左边的话是它大概的一些功能比如说这个是后台的首页，这里是网站，我们可以连接到我们自己的域名。因为我们发邮件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做落地页的时候，可以用我们自己的域名。这个的话是一个销售漏斗，那我们等一下会用这个来创建一个落地页面这个是可以增加产品。第三个的话是订单，如果有订单的话，我们可以在这里处理。这个的话是一个联系人这个是分析，这个是市场等等。这下面还有一个设置按钮设置里面的话，我们就可以有这个账单。如果我们要取消我们的订阅，直接点这个3点，然后点击取消，然后就可以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站点，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一个落地页面改成自己的站点如果你不改的话，你的站点页面就是这个形式的。这就是它用的 ClickFunnels 的一个2级域名。我们可以连接到我们自己的域名，然后我们点击这边站点，然后这里选择这个域名。好，域名的话，你看有风之前已经把我的域名连接过来了你第一次用的话如果你没有域名，你直接可以在这里面买一个，点击这个买就可以买一个，或者说连接到你已有的域名。如果你这2个你先都不用的话也没关系，你可以先熟悉一下整个页面，这里不用连接你的域名也是可以用的。有风这里演示一下比如说我已经有一个域名了，我怎么连呢？我就复制一下在上面这个连接到我的域名，然后这里填入我的域名的一个地址，点击继续。好，这里的话点击增加域名。好，接下来的话我们点击开始域名设置，那你只用跟着一步一步点就可以了，操作起来非常简单。点到这个开始域名设置，然后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这里连接到你的域名，我们这里点击继续。好，这个时候它会分析一下我们这个域名分析我们的一个 DNS， 然后的话准备开始。
好，这里已经分析好了啊，选择你的一个域名提供商，你这个域名在哪里买的，你这里选择一下。那每一个人可能都不一样，这里你选对你的域名提供商可以了。而选择以后就继续点击继续，那基本上它就可以全自动的把你的域名直接转到 ClickFunnels 这里面来。那转进来以后的话，它就是这个样的一个显示啊，比如说这是有风的一个域名，它已经连接成功了。那我们点进来这里也可以移出一下域名。那如果你不想用这个域名的话，直接可以点击这个移出。好，域名增加以后的话，我们就可以来增加我们的一个产品，因为这个是一个销售落地页，那肯定需要以我们的一个产品。那我们点击左边这个产品，点一下它，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创建一个产品。那这里面的产品形式的话有3种啊，第一种就是一种数字虚拟产品，第二个就是一个实物啊，第三个的话现在还没启用，先不管它啊。比如说我们卖一个虚拟数字产品啊，不知道兄弟们你们有没有用 Notion？Notion 是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它里面提供了非常多，比如说记笔记啊等等这些功能，还有整个流程。它里面的话有模板，而且它模板卖的非常贵，稍微好一点的，你看这个 Notion 的模板，你看它卖149。这个模板卖219，那我们今天就以卖 Notion 的一个模板为例，来为大家创建一个产品。那这里首先输入你的一个产品的名字啊，比如说我是 Notion 的一个模板。好，这里可以填入一下你这个虚拟产品的一个描述。好，填好以后，我们点击这个创建。好，这里的话可以设置一下价格。那价格的话，你是一口价，还是说按月订阅的一个价格，还是说分期付款啊等等？有风这里设置一个一口价，比如我这个模板卖99美元，这里我们点一下设置价格，我们还可以设置一个划线价，我们点击设置价格。划线价格，然后在哪里设置呢？我们可以点击这个编辑，它那个叫对比的一个价格，比如说我们的划线价是199。然后我们实际销售的话是99，好，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一个划线价。OK， 下面的话就不用管了，我们这里直接点击一个保存，这样我们的一个划线价格就设置好了。这个页面的话，我们可以填入一下产品的一个描述，比如说我这个 Notion 模板你是做什么的？那我们以它这个为例，那比如说这个就是我的产品的一个描述，那我可以把描述页面粘贴到这个描述了，然后还可以选择一张我们的产品的一个图片。产品图片你直接可以点击这个按钮进行上传，那有风之前已经上传过了，我直接把它点进来。好，我的图片已经上传进了。这边的话给大家翻译给大家看一下。有风安装的这个叫做沉浸式翻译。如果你英语不好的话，强烈大家安装这个沉浸式翻译。我点了一下它，我就基本上就翻译过来了。然后销售渠道的可视性，我们可以选择网上商城。客户中心这些都可以把它勾起来。这里你还可以设置一个标签，比如说我是 Notion， 然后我就加了一个 Notion 的一个标签。那下面这些都差不多了，然后把这个关掉。然后这个的话，这里不用管它，因为这个是需要发物流快递，因为我们是虚拟产品的话，这里就不用管它。然后这里有个购买的一个动作，我们可以设置一下这个产品的一些资产比如说他付款以后的话，我们可能会显示下载地址，那我们可以把我们的 Notion 的一个模板直接传进来，比如说我点击这个加号，我点击 OK。好，这里的话可以创建一个新的资产，点一下它，然后的话，比如说我这个是 Notion 的一个模板，那我可以 Notion 的模板。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模板上传进来一旦有买家付款，在他付款成功以后，那我们这个提供它就会自动显示下载的一个地址。那上传好以后的话，直接点击创建。我们的产品的话已经创建成功你可以选中一下，点击这个保存。当然的话，你这里还可以创建一个新的资产比如说你有多个产品需要下载。那如果你的文件太大的话，你可以新建一个记事本，可以把你的下载地址放在这个记事本里面。比如说你把你的文件上传到各大网盘里面，那你可以提供一个网盘的一个下载。如果你文件太大的话，那这里怎么操作呢？直接可以点击新的资产，我们这里选择一个下载地址，这里点击上传文件，好，把我们的下载地址上传进来，点击创建文件。好，这样的话我们这个产品就创建好了。一旦有顾客付款以后，他就会把这个下载地址，刚才我们这个记事本里面就会提供下载地址给他。那全部这些弄好以后，记得一定要点击一下更新
update。那你看刚才有风没有更新的这些所有东西都不见了，所以说我们弄好以后，记得一定要点击一下更新，然后点击这个更新就可以了。好，我们现在就点击这个更新产品啊就可以了。那产品创建完以后的话，接下来我们来创建销售漏斗，也就是销售落地页。我们点击左边这个漏斗，点一下它。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创建一个新的漏斗。那这个漏斗有什么用呢？它就是来承接我们的流量。那我们的访客第一次进入的话，就是进入我们这个销售落地页。这里选择创建落地页的方式有2种。第一种的话是可以从它左边这些模板里面选择一个。还有一种方式的话，就直接从我们的一个空白的开始创建。那有风这里演示一下从空白进行创建，因为选模板的非常简单。我们从空白开始，这样的话你可以学到更多的一些细节。我们直接点击这个从一个空白漏斗开始。这里的话可以取一个漏斗的一个名字。比如说我的名字叫我是有风的落地页，下面的话就是你这个页面的一个网址，你都可以在后面自定义一些字母。弄好以后，我们直接点击创建。接下来会进入我们的一个漏斗编辑页。这个就是漏斗的一个编辑页。我们首先点击这个加号。我们可以增加一个新的页面。我们点击新的页面。页面的话，我们选择左边这个销售页面，因为我们首先要创建一个销售页面。它里面有非常多的模板，你可以选择一个你觉得适合你的一个模板。比如说我觉得这个模板可以了，就选择它。好，你可以给你的模板取一个名字。好，这里可以简单描述一下方便你自己区分。这个网址的话最好不要有中文，我们把中文给删掉。好，这里可以选择把这个打开，是否让搜索引擎搜索的这个页面，那我们可以把它打开。这样的话你的流量就会更多一些。好，直接点击创建。好，接下来我们可以点击这个编辑按钮，也可以先点一下这个预览，我们看一下它的效果。点一下预览。好，这个就是我们的销售落地页大概的样子。等一下里面的所有内容的话，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下编辑。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编辑它。我们点击这个编辑，往下面拉，可以随便点一下它。你每点到一个右边的话就会弹出对应的一些编辑选项，你可以调整一下它的字体、它的颜色它的间距等等。这个图片的话，你也可以更改一下图片的一个显示方式图片的话也可以进行更改。它整个页面的话，其实跟一个网站的差不多里面的所有内容都可以自定义。首先我们点击顶上这个 layout， 就是布局的意思。你每点的一个，你看左边的话，它就会跟着显示出来。如果说这个页面只想要电脑端显示，手机端不显示，比如说这张图片，你只想让电脑端显示，手机端不显示的话，你直接点一下手机把这个隐藏一下，它这里的话就只有桌面会显示。你要恢复的话，再点一下它点了电脑端、手机端都会显示。因为它这个做出来有2种，还有一个手机效果，点一下这个，你可以大概看到手机上的一个效果。这里有个我的资产。我们点击一下它，资产里面的话，它有非常多的元素，你可以直接把它拖到这边来，它就可以增加一个新的区域。所有的这些东西这边的我们都可以加进去。好，这里有个我们还是翻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再看这个弹出窗口弹出窗口是什么呢？我们点击一下编辑给大家简单的设置一下这个就是一个弹出窗口的一个页面。那就是你进入网站以后的话，它会弹出来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窗口。这个地方的信息我们可以进行更改的，比如说你改成中文的可以，比如说你可以改成叫做订阅我的邮件列表，下面的内容都可以更改比如说这个电话你不想要的话，我直接可以点这个按钮把它删除掉，因为我觉得不需要电话。这上面的名字的话，我们可以留下来下面邮箱我们也可以要。好，上面的显示的文字我们也可以更改。这个 email 的这里我们不用改它。好了，这上面的字我们可以更改一下，直接去掉2个字，点击出 sign up。那注册以后，它的下一个动作，我们可以让它重新定义到下一步，我们可以选择这个。那如果里面的话，你想增加一些元素，那也很简单直接点击这个按钮增加一个元素你比如说还想加一个按钮也没有问题，你点一下它这个按钮的话就加进来了。那如果不需要的话，直接把它删除掉就行了当然左边这个方框也是可以加，我们还是点击这个增加。这次我们选择这个 input 这个输入，我们点一下它这里的话你还需要一个其他的一些什么内容，点一下它这里的话你可以选择输入类型
比如说你还可以叫它输入一个地址都可以加进来。这个时候它接收的就是一个地址，那我们可以拖动一下它，改变一下它的位置。那如果你不需要的话，直接可以把它删除掉就行了。好，这弄好以后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关掉。记得一定要点一下保存，那不然刚才你设置的就白弄了。接下来我们来编辑一下我们的一个文字信息。这个地方的文字的话，我们是可以更改的。比如说这里面的东西全部都可以改。比如说这上面2024新版比如说我这个名字叫做2024新款有风 Lotion 模板。好，里面如果这些东西多了的话，你不要的话，你可以直接把它给删除掉。这个地方都可以直接把它删掉。好，这边的图片的话，我们也可以更改一下比如说我们点击了它以后，点击这个图片的地址，点一下它，我们可以点击这个上传，也可以直接把图片给装进来。它的一个布局方式，你这里可以改一下。我们选这个的话，应该差不多。你可以改变一下这个图片的一个大小，这里可以直接更改。它的一个适应方式的话，你可以选择一个全部，让它全部包含进来。那选择这个吧，这个的话它没有变形。这里是选位置的，这是距顶部的一个距离，距底部的一个距离，左右的一个距离。你还可以跟它加一些阴影，比如说这里图片的话，你可以加一个背景在后面，那也没有问题。那这些东西都很简单，你都可以调。整个页面的一个字体的颜色的话，我们可以统一的话进行一下调整。比如说我先点一下这个按钮，那我们点击这个编辑样式。这个按钮的样式的话，我们可以选，它一共有3种样式。这里看1、2、3。每一种样式的话，比如说它默认显示是什么样的，然后鼠标停留的在上面是什么样，然后点击一下它会变成什么样。我们这里可以统一的进行一下更改。比如说默认的颜色的话，改成这个蓝色。OK， 这里默认的颜色，比如说我改成蓝色。OK， 它这个就变成蓝色了。比如说我鼠标停留在上面的时候，它是什么颜色这里也可以改，这里红色这些方面这里面都可以进行更改这些都比较简单。那字体的话，这里也是可以调，这里字体大小，它是否全部大写这里面很多功能这里面都比较简单。那如果你觉得你不需要更改的话，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撤销一下，因为我觉得它默认的颜色的话就比较好看了。我们可以撤销一下，我们点击返回，我们点击这个字体字体的话，我们可以对我们整个页面的一个字体的话进行一个设置。比如说我这个字体我选一下这是字体的一个，我选里面很多字体，比如说我觉得这个字体好，我就选这个。我们返回来看一下，好，记得点一下更新，更新好以后我们点一下整个页面，你看刚才我的字体的话，它已经有变化了。整个页面的话，它的字体的话都会变化。当然的话，其他的东西也可以设置。比如说我还是选择这个编辑样式。这里点击一个返回。除了字体颜色的话，我们整个页面的一个颜色布局的话，我们这里也可以进行更改。你点一下这些都可以。所有的，比如说标题什么颜色，内容是什么颜色链接是什么颜色，图标是什么颜色等等都可以改。配色的有风这里有个网站介绍给大家。这是一个专业的一个配色网站，那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发现一些流行的一个配色。这里面它会显示，比如说今年哪些颜色搭配出来比较好看。比如说你字体用什么颜色，背景用什么颜色，这好好配一下可能看起来整个页面的话会比较舒服总之那里面所有的颜色你都可以改。有风这里就不改它了，因为我觉得默认的这种颜色还比较好看。不改的话，我点击这个撤销一下就可以了返回到它默认的一个颜色。这里还有一个按钮这里的话可以对我们的整个按钮的一个样式进行一个更改。有风刚才已经演示过了。这里可以调整个按钮的一个背景大小等等。这个按钮的话，我们可以改变一下，比如说它的一个样式。我们这里点击一下，它就会左边这里看到它这里有变。比如说我选的这个样式，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样子的。当然的话，我还可以给它，我觉得这个好看，这个有点带这种圆的这种圆边圆角的比较好看。在下面的话，我们还可以增加非常非常多的内容。有风给大家演示一下，比如说我这里点击这个，增加一个新的区域，我们只选择第一个，增加一个
选择这个，点击一下它。好，这个时候的我们再可以里面增加，比如说你要增加2列，你就选这个；增加3列就选叉。点一下，比如说我增加2列，再点一下它，我可以增加一下元素，比如说我左边的话可以加一个文字吧，右边的话，比如说我可以加一个视频。这样的话我这个元素的话加进来了。文字的话信息我们可以更改。那我这个的话主要是卖一个 Lotion 的一个模板的一个销售页，那我们这里可以写上一些相关的一些文案。那里面的一些销售文案你不会写的话，我们可以交给 GPT 来帮我们写一下。比如说我说告诉 GPT 你现在扮演一名 Lotion 专家与营销大师的一个结合体。我准备卖 Lotion 模板，请你帮我写一个专业的营销文案。那现在有了 AI 的帮忙的话，我们制作页面呢也非常的快。比如说我这个标题叫做释放创造力，全新 Lotion 模板助你事半功倍。我可以复制过来，我这里可以改一下它。OK，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标题。下面的话我们还可以加一些内容。下面我们还可以加内容，我们放在这个字上面，这里点击一下，增加一个元素。我们这里可以增加一个，比如说增加文字，再点一下它，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增加一些，比如说文字，点一下它，这个文字就加进来了。这文字感觉不是很好，我们可以把它删掉。再点击一下这个增加元素，我们可以增加这一个列表吧，列表看起来应该比较舒服。列表的话就选这个，列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罗列出我们的一些模板的一些优势，那我们可以直接从 GPT 里面复制过来，比如说叫做美学设计。我可以直接就复制过来了。OK， 美学设计，实时同步。第3个的话，可扩展性。这些的话全部都是我用 GPT 生成的。那比你自己去想的话呢，速度要快非常多。后面的内容的话都可以随时，后面的英文的话都可以改成你想要的一个内容。右边的视频的话，我们也可以来加一个。比如说你介绍你这个 Lotion 模板的一个视频，比如说这个是 Lotion 的一个官网我觉得这个视频，比如说这个视频是你的假如，我可以点击右键，这里复制一个链接，再会议到 Lotion， 再点一下它，这里的话可以填入我们的一个地址它这个地址呢，你看接受这个 YouTube 没有问题。它已经过来了，这里自动播放是否需要关闭，这里默认是关闭的。OK， 我们再往下面拉。它里面可以对它进行一些细微的调整，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加一个边角，然后我拉动一下，你看就让它成为一个圆角的一种感觉。还可以跟它加一点阴影，后面的话就有阴影了。来看一下一个效果，大概就是这样子。阴影不好看的话，你可以直接把它关掉就可以了。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效果。全部做好以后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个保存一下，保存好以后，我们可以点击这个眼睛预览一下效果。这就是有风刚刚简单做的一个模板。这里的话，我们可以让它靠右边对齐，可以点到右边，居右对齐，可以让它靠右边对齐吧，这样感觉好一点。保存好，保存以后我们再来预览一下这样就好多了这个上面这个还要再过来一下。这个字体的话有点小，没关系，我们可以把它稍微设一下。这个字体的话我们可以拉，你看把它稍微变大一点点，这样差不多了。还是点击保存保存以后呢，预览一下效果就好。这个就是大概有风简单做的一个效果。第一栏的话就是一个大概的一个介绍你卖的模板。第二个的话可能介绍一下你这个产品的一些特点。这边的话可以加上一个视频，下面的所有内容的话你都可以进行编辑。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的话回到我们的一个后台。接下来我们需要增加我们的一个点击加号。好，这下来呢我们还可以增加一个订单的一个页面，我们还是点击这个加号，还是点击这个页面。这次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订单。订单的话这里面也有很多模板，你可以随便选一个，比如我选这个，选它。订单模板的话你可以命名一下。这里地址的话最好不要有中文。这里的话点击这个创建。同样的话订单页面我们也可以编辑一下。大家看到没有，这里有个感叹号，我们先点进来设置一下，增加一下我们的产品。点击增加产品，因为刚才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已经上架过产品了，那我们这里可以直接选进来。比如说我选的这个产品。这次的话这个黄色的就没有了。现在我们可以编辑一下我们这个订单页面，点击编辑。订单页面这个地方的话可改的东西不多因为它都是官方已经帮我设置好的。
啊，你只能改一些最基础的一些东西。那有朋觉得这里一些编剧啊什么的这些，还有这些大概的一个样式可以稍微更改一下。啊，有朋觉得这些没必要去动它，让它变成默认的就可以了。好，弄好了。那如果你有修改的话，记得点击上面的保存。这里的话，同时也可以看一下手机端它的一个订单的一个页面。这里可以换成你自己的一个 logo。点击这里上传就可以了。好，这也差不多了，点击一个保存。那总之这个订单页面的话，我们可改的东西不多。好，我们还可以增加这个点击加号。我们还可以加一个，比如说订单的一个确认订单的一个确认的一个页面。我们点击这个 Thank you， 这个页面就是他订购以后，那我们可能对他表示一个感谢。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还可以这里的话，你也可以选择一个简单的模板。OK， 比如说我选的这个，这里改成一个订单确认页。好，下面的，因为它默认的话会把我们上面的中文弄进来，把它删掉就可以了。点击创建。好，订单那个确认页面的话，我们也可以编辑。我们点击编辑按钮。好，这里表示感谢，就是 Thank you， 谢谢。啊，里面的所有内容跟我们刚才一样啊，全部的话都可以进行一些更改和自定义。那设置方法呢和我们首页一样，那里面的一些布局啊全部可以改，这些都很简单啊，大家可以多去研究一下。OK， 这3个页面的设置好以后的话，如果你有改动过啊，记得上面的话一定要点一下保存。好，我们回到这个页面，再点击这个返回一下。接下来的话，我们需要进行一个邮件营销。在邮件营销之前的话，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一个邮件列表导进来。那我们可以点击左边这个联系人。增加联系人方式有2种。第一种的话可以比如说从表格导入。第二种的话，你可以手动把它导进来。手动导的话可能有点慢，那有朋建议大家还是用表格。我们点击这个从表格导入。表格导入的话，它会叫你下载它的一个表格的模板。那我们要按照它的模板的话进行一个导入。点击这个下载这个模板。OK， 这里下起来好以后，我们打开它。打开它。比如说第一个的话是邮件地址啊、姓名啊、电话啊等等。我觉得后面这些的话都没必要。我们现在的话只需要前面的，比如说邮件地址啊、姓和名。那有风的话，这里因为演示，那我就叫 GPT 帮我生成一些模拟的数据。那我们来试一下。那我把这个提示也发送给他，我说帮我随机生成邮箱和名字。好，他帮我生成了一个，这个肯定不行。好，这个太少了，我叫他随机生成20份虚构的姓名和邮箱，以表格的形式呈现。我发送给 GPT。这个就是 GPT 帮我生成的表格。但是我需要英文英文名字。OK， 我叫他帮我生成英文名。OK， 英文名也可以。但是我这个表格的话是全部分开的，那我还要给他进一步提示。那我这个第一列的话是邮箱号，第2列是姓第3个是名。那我还是给他，比如说这个提示，我说第1列是邮箱，第2列是名，第3列是姓GPT 的话，那差不多就帮我生成了。这些的话都是一些模拟的一些数据。我说以 Gmail 结尾的邮箱GPT 真的非常强大，这就是帮我以 Gmail 结尾的一个邮箱。好，接下来的话，我的虚拟数据生成好了，那我复制一下，所有的数据都是虚拟的，那我把它粘贴进来。好了，粘贴进来之后，这里看不到，我点击一下它，点击一下格式刷，把它选中，把它清除一下这个格式。最后的话，我再点击一下 Ctrl+S 保存。保存以后的话，我就可以导进来了。我先看一下我这个地址在哪里，保存到哪里的。好，现在我还是打开这里来上传一下我们刚才生成的虚拟数据，点击上传。找到我刚才的地址，就是这个吧，第2。好，这里点击一个继续。继续的话，我们现在要进行一个字段的一个匹配。我们现在进行一个字段的一个匹配。比如说这个 last name， 那我们这里就选择一个 last name， 然后这里一个 first name， 我们这里选 first name。这里有个邮箱地址，我们就匹配我们的邮箱地址。然后接下来点击一个继续。好，继续以后的话，这里全部把它勾上。这里点击一个执行导入。这里有个处理的一个进度。好，这里已经导入成功。导入成功以后的话，我们可以在这里所有联系人这里就可以看得到了。OK， 这里就是我们刚才随机生成的一些
邮箱地址。好，这样的话，那等一下我们演示的话就有数据了。那 AI 的话现在非常方便，可以比如说帮我们写文案，帮我们生成数据啊。那有风基本上天天都在用，那建议大家可以好好去学习一下。那有风的之前的话也做了一个ChatGPT 的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课程，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把这个课程的链接的话，已经放在了视频下方简介里面，那你们可以打开去好好学一下。那联系人导入以后的话，我们现在就准备进行一个邮件的一个设置。点击左边这里有个市场，我们点击一下它。首先第一次进来的话，我们需要进行一下最基本的一个邮件的设置。那这里面的话，第一次进来呢，必须要填写你的一个地址，因为根据法律的一个要求的话，那发件人的地址呢必须要填进来，而且要填一个准确的地址。那这里的话，你可以填上如果你真的是实际要发的话，要填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地址。这里的话有一个取消订阅，那在底部的时候的显示的文本也要有，因为这个根据法律规定，那你这个邮件必须可以取消订阅。这里的话要不要隐藏这个品牌信息，就是 ClickFunnels 这个品牌信息，那么肯定要隐藏，那不然的话就会显示它的一个 logo。那这里填入一些公司邮件的信息，那比如说从哪里发出来的，那回复的话会回到哪个邮箱，那这里面的话你都可以选一下。这里全部弄好以后的话，记得点一下这个 Save， 点一下保存。那在发邮件之前的话，我们需要有一个邮件的内容。那如果你不会的话，我们可以交给 GPT。那刚才我是给他提示，你现在扮演一位 Notion 的专家，比如说以营销大师的一个结合体，我准备卖一份 Notion 的模板，那请你帮我写一份比较专业的营销文案。这个就是 Notion 帮我写的一个邮件的一个正文，模板的一个亮点等等等等，这些的话。那如果你是一个新手呢，强烈的建议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GPT 写出来的一些内容。设置好友的话，我们现在可以来设置一下我们的一个邮件的一个模板。我们点击这个邮件模板 ，OK， 我们这里可以点击创建一个模板，这里可以输入你的这份模板的一个名字。好，这里输入一个你的主题，你的一个邮件的一个主题。那我们同样可以交给 GPT，邮件主题就是提升你的工作效率，全新的 Notion 模板。那如果你这个标题你不喜欢的话，你说再帮我生成10个标题 ，OK， 发送给他。好，我们可以在里面选一个，比如说提升生产力全面升级，我们的 Notion 模板来袭 ，OK， 粘贴进来。好，然后点击创建模板。那这里的话，我们就可以来设置一下我们整个一个邮件的一个内容。那我们可以点击一下，比如说左边这个标题，把它拖进来。标题的话，你这里我们刚才GPT 已经帮我们生成了。我们可以随便选一个，复制一下，回到这里，把它删掉，可以粘贴进来。好，这里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一个标题。那当然中间的话，我们还可以比如加上一些图片，可以点击这个。好，我们下面的话可以加图片，我们点击这边拖一个进来，点一下它。好，我们如果你还想增加其他把它拖进来，这里点击一下，比如说内容，我还可以下面加一个图片，这个图片直接拖进来。这里上传可以上传一张我们的一个图片。那整体的话，所有的页面的话，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自定义。好，把我们刚才上传好的图片加进来。好，下面的话还可以加很多内容，比如说我们再加一个列表类的一个信息。OK， 这个列表直接拖进来。好，我们可以回到 GPT， 把我们的一些邮件的一些内容的话直接复制过来，这样的话速度会比较快。好，这样的话我们简单的一个这个就是一个整个邮件的一个模板。那你们可以好好的话利用好 GPT 去生成一下这个模板。好，下面的话我们还可以增加内容，直接拖了以后的话，比如说你还可以增加一些文本，直接拖进来。里面的文字的话都可以改，好，粘贴进来。好，里面的一个字体的话，你可以更改一下。写邮件的话，这个是个要花非常多时间，我建议大家的话可以好好去写一下这个邮件的模板。最后的话，点击右上角发布退出。好，这样的话，我们的邮件模板的话就制作好了。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邮件模板，我们可以来发送测试一下。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
广播就是一个发送。那我们点击这个按钮啊，创建一个广播。这里的话可以创建一下我们的一个邮件的一个名字。OK， 这里点击创建一个广播。这里的话可以设计一下我们的一个邮件，可以把我们刚才已经设计好的模板的话直接给加进来。那点击这个我的模板。因为刚才有风这里已经设计好了，我直接可以选择这个模板。当然了，左边的话还有其他的一些页面，你也可以选。选了以后，你可以再稍微编辑一下。有风建议大家是先把这个邮件的内容模板先设置好，那我们这里直接就可以进行调用了。好，这里点击发布退出。好，我们点击这个返回一下。好，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就选进来了。这里的话我们可以邮件的一个主题好，这个我们选一下这个广播的主题，就是这里我们选一下广播的名称我们可以填一下，从哪里发的这里我们可以选发送人的一个姓名，它是默认，我们刚才填地址的已经填了。那这个邮件的一个标题是什么它的一个前置文本这里都可以把它加进来。这里可以选择马上发送还是等一下发，我们点 later， 设置一个发送的一个时间。这里我们可以发送测试一下，我们可以往自己的邮件发一封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这里联系人我们可以选一下，我们点一下这个，可以把我们的增加一点联系人的话就加进来了。加进来以后的话，我们可以测试一下它的一个发出去的一个效果。我点击测试发送，那我来测试发送一封来看一下效果，点击发送。因为有风这里只是演示的话，我就不准备发送了。全部做好以后呢，记得点击一下更新它就会默认保存到你这个模板里面来。那如果你之前发过的所有的模板的话，你最好做好一个分类比如说这个发的第一封邮件、第二封邮件、第三封邮件促销邮件全部都归好类你自己在看的时候的话也比较清楚。这个时候因为这个的话我们自己发有点麻烦。那在 ClickFunnels 里面的话，它可以设置一个邮件自动化营销怎么做的呢？那有风马上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还是点击这个市场，然后点击最顶上这个工作流程。我们可以在里面设置一个触发器，来我们马上演示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增加一个新的一个工作流程。好，这里的话我们可以设置一下我们的邮件自动化的一个名字。好，这里的话翻译给大家看一下。这里要设置一下你的一个运行，你只是运行一次还是运行多次，我们这里选择只运行一次。好，这里点击一个创建工作流程，这里它会跳转到我们的一个触发器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后台。那这里显示没有了，现在可以进行一个设计。那我们点击这个，这里增加一个触发器，这里可以选择一个类型。那比如说我们这里选择一个输入每当有人进入我们的这个页面，那比如说提交了他的一个电子邮件以后的话，那就会触发我们的这个输入触发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漏斗页面，比如说我让他进入他收集的来自于这个漏斗页面。页面的话你可以这里选择一个，比如说我这里选择一个我这个落地页。 OK， 这里选择一个页面。页面的话你的漏斗页面是哪一个页面？我们选择我们的第一个销售页面。因为我刚才建页面的时候建了3个，一个是销售页面，一个是订单页面，一个是订单确认页面。那我们来自一个销售页面，点击一个创建一个触发器这上面一定要点一下把它打开。好，这里点击创建。你不打开的话它就触发不了。好，这里点击关闭。我们第一个触发器的话就设好了，这时候我们点击加号。那当他第一次订阅我们以后的话，我们可能就给他发送一封邮件，我们就选这个，给他发送一封邮件。那发送什么邮件呢？你可以先设定好，就像有风刚才一样。那我们先把我们要发送的第一封邮件开始设好。我们这里可以选择我的一个模板，选择这个主题的话，你可以改一下。那我刚才用 GPT 帮我生成了的，那我们可以复制一下它。我们的主题就是一个复制一下它，粘贴过来。我们的主题叫做任务管理的未来，揭示我们的一个 Notion 模板之谜。这前置文本你可以把它填一下从哪里发送的，我们这里也要选一下。好，这里点击创建
这里要好，这里点击创建。好，这里的话你可以显示看到这个有感叹号，点一下它，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的这个页面。好，这里点击发布。比如说我跟他发送的第一封邮件的话，就是一个感谢他的一个订阅，因为我们的一个刚刚注册进来的话，我们对他进行一个感谢的一个订阅，改一下，方便我们自己区分。发送第一封邮件以后的话，我们这里要设置一个，比如说我们看一下延迟，看一下等他一个，比如说等他3天。看他有什么反应，选择一个3天，这里选择3个小时、3周、3个月、3年都可以，点击创建。等到3天以后的话，3天以后的话，我们再给他发送一封邮件。这次的话，我们可能就要给他发一些促销的一些邮件。这里的话，你也最好再去建一个新的一个模板。这次的话，关于一个新产品的一个优惠活动，可能需要告诉他。那么这里选择，比如说这个就是我新建好的一个优惠的一个页面，活动发送，比如说我这里叫做这个。那我们要搞活动了，我们还可以叫 GPT 帮我们生成一个，比如说帮我写一个专业的营销文案因为我之前已经发送过一封邮件，我这里告诉 GPT 这一封是再次提醒的一个邮件，比如说我有搞活动了，我发送给他，来这样叫 GPT 帮我写一下。帮我想一些邮件的主题和邮件的内容，这个内容的话，我们就可以当我们的一个邮件的一个模板内容，不容错过我们的Notion在等你发现，可以复制一下它，可以把我的标题也粘贴进来，前置文本的话也可以粘贴一下，从哪里发出的，点击创建。好，这里的话，他们又有邮箱建设，我们点一下设置一下我们的一个邮件的一个内容。比如说邮件内容就是我们刚才所做的这一切，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复制过来，我们可以把里面这些全部给删掉。比如说下面的内容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删掉。我们可以加一些东西进来，拖动进来，再增加一些文本，直接拖进来。好的话，我们就可以更改一下里面的内容。这就是刚才有封 GPT 生成的一些内容。那我们的邮件模板的内容的话，差不多就有了。这时候点击一个发布，这里已经发布了返回一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一个大概流程的话，那差不多就设置好了。那当然了，后面还可以增加很多。你还可以比如说设定一个它有没有打开邮件内容，打开邮件的内容以后的话，跟它发什么，没有打开邮件内容的话，又发什么内容，等等都可以进行一个设置。那个状态的话，如果你这里设置好，最好把这个点开点开以后的它才会执行整个流程。这里面的流程的话，也可以更改一下顺序，也可以。我们可以拖动一下前面这6个点，就可以更改它的顺序。好，这里设置好，我们可以点击返回。如果真的要发的话，大家记得一定要把这个状态给打开。那这个 ClickFunnels 2.0 的话，它里面还可以直接创建一个课程。那我有空演示一下给大家怎么操作。我们点击这个站点。好，我们这里点击一个课程，相当于我们可以直接把我们的课上传到里面来。如果你是卖课的话，这上面可以创建一个课程。这里可以创建一个空白的课程，我们点击下一步。OK， 比如说我这个课程是教大家怎么做网站的，我可以叫 GPT 的话帮我列一个大纲。然后我把这个提示语发送给 GPT， 我说帮我列一个网站制作的大纲。好，这个标题的话，比如说就叫做网站制作入门与实践。好，我们把标题弄进来。描述的话，你可以大概写一下。这是课程的地址，你也可以自己改，也可以不用改。点击下一步，这里可以设置一下，比如说你这个课的一个封面图，你可以设，也可以不用设它。比如说我们就选这个吧，点击下一步。好，这里正在创建我们的一个课程。那每个课程的话，它其实分很多。比如说模块1介绍基础知识，后面课程的一些设计，我们的全部的话可以把它搬进来。好，这里设置好以后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里增加一个新的模块。增加新的模块的话，我们现在来加一下。比如说我的第一个课的话叫做介绍以基础概念，加进来。这里你也可以设置一张图片进来，点击创建。创建以后的话，比如说我还可以在下面加一个，点击加号增加一个课。比如说我的第一个小节叫做课程介绍，加进来创建课。好，这里的话看课程介绍。OK， 那个方法都一样。那下面的话直接也是这样子的，增加内容，增加课。那比如说第二个课程目标与结构，其实它那个 ClickFunnels 的话，
它这个做的还是非常好了，现在已经非常的专业了。那我们还可以里面加内容，比如说他买了课以后的话，我们里面肯定要有视频给大家看。那我们点击右边这3个点，这里有个编辑一个课程。这边的话我们可以，比如说这边的话我们要上传我们的一个视频，那这里视频的话你可以直接点击这个 video， 你可以从你的电脑上把你的课直接传到这个 ClickFunnels 的一个服务器上面。当然的话我们也可以调用其他地方的一些资源，比如说我点击这个增加一个区域，点击这个全 For Page， 然后点一下它，点击第一个吧，只要一列，这里我们可以选择一个视频，点一下它，我们可以设置一下视频的一个链接。那比如说，假如说这个是我的第一堂课，我可以在我的一个，比如说我已经传到我的，你可以传到你的网盘，传到其他任何地方都可以。你可以在视频上面点击右键的，来复制它的一个链接。打开它，我们把我们这个它支持的就是这些网站的话都可以直接把它粘贴上面来。OK， 这样的话我们的视频的话就加进来了。里面的话还可以加非常多的内容，你可以点击增加一个元素，增加非常多，增加文字你可以比如说这下面增加一些文字说明，增加文字说明，你可以复制一下里面的一些知识，比如说什么设计原则之类的，可以更改一下它，然后粘贴进来。OK。你可以稍微优化一下，做漂亮一点。这就是我们一个课。最好的话，你还是把你的视频的话上传到ClickFunnels的一个服务器里面。OK， 弄好以后点击这个保存，好，可以保存好以后点击关闭。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我们可以预览一下它的一个效果。弄好以后，你直接可以点击这个按钮，可以预览它的一个效果。下面的其他课编辑方法都是一样的。在我们课程的一个页面的话，我们也可以编辑一下呢，我们可以自定一下它。我们点击这个自定义，这个页面的话就跟我们刚才那个落地页设计的话都是一模一样的。那里面所有这些的话，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编辑。这个的工作的话就是一个非常细致的一个活了。那你可能需要花费非常多时间和精力去优化你整个一个页面。那你把它做漂亮，做好以后的话，记得点击右上角这个保存，一定要点一下。然后你可以点击这个眼睛预览一下效果。OK， 有风这里只是简单制作一下剩下的页面的话就等着你们去完善了。我是有风。本期的视频的话就介绍了怎么样用我们的 ClickFunnels 的话来制作我们的一个销售落地页，再进行一个邮件自动化。这个如果你第一次设是有点麻烦，当你第一次全部设置好以后的话，那后面它运行起来的话就非常非常的流畅了。我们只需要优化好我们的这个落地页面，一收集邮箱以后，它后面的话就会进行一个全自动的一个邮件营销。本期的话所涉及的一些支持点，非常多。兄弟们，如果你们第一次没有这么看懂的话，可以反复的多看几次。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有风留言。有风看了的话，如果我懂的话，我们都可以相互交流一下。本期用到的所有工具的链接的话，我也放在了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兄弟们，你们最好打开链接，跟着有风一步一步实操一下。想1000遍，你不如做一遍。做一遍以后的话，其实整个流程下来还是非常的简单。我是有风，我这个平台主要分享的是一些 AI 建站的一些知识。如果对建站方面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订阅关注有风这个频道。